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G频道大马番薯日记，我是杰克。是的，正如标题所见，今天呢，我要来开箱目前算是市场上最夯的一个产品吧，那就是 iPhone 14 Pro Max。是的，至于呢，为什么我突然间会要开箱这个 iPhone 14 Pro Max 呢？那是因为我的手机已经完蛋了。这个呢，就是目前我在用着的12 Pro Max。然后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给我们看一下。OK， 你们看哦，我现在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啊，你们有看到这个吗？No service。过后呢，它这边一直在找讯号。现在让我来 restart， 看 restart 了，它就开始找讯号嘛。它找了很久哦，结果还是 no service。是的，就是 no service。然后呢，我也是有去问他们 customer service， 也是有打去 technical support 问到底是什么问题，也经过了一轮的 technical test， 去 run system 啊，然后 reset everything， 查找到底是不是 software 的问题。结果呢，完全跟 software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 hardware 的问题。如果是 software 问题的话还好，可是呢，一讲到是 hardware 的问题的时候，就知道麻烦大了。然后通过电话时候，我也是问他哦，如果要这样子去修的话，大概是多少钱 ？Customer service 也 try to 避开这个话题，就跟我讲哦，我们不知道这个价钱，然后你需要去到那个 technical support 的 store 里面问了才可以知道价钱。可是现在想回去，其实他们是知道的。我就照着 customer service 的做法，去到了 Apple 的 customer center， 就是有做 Apple 维修的地方啦。就问他，如果这样子修的话多少钱？你们知道多少钱吗？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 Apple 是贵的啦。他就跟我讲，我的手机问题是因为那个天线或者是那个 SIM 卡槽那里 detect 不到那 SIM 卡，然后呢，他们没有专门只是换那一个部分的。如果是牵涉到这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整个 motherboard 都要换掉。它可以部分换掉的地方，就可能只有镜头啊，或者是 main screen 这些而已。过后我就问他 ，OK， 这样子的话，如果没有的话要怎么办呢？他就讲，整个 motherboard 换掉的价钱呢，我的12 Pro Max 是2800马币。我听到的时候我就直接哇哦，那我就问他是不是直接买一架新的会更划算？他直接点头。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现在用的这架12 Pro Max 呢，是我每一天用的蛮频密的手机，不管是在拍摄啊，因为我是手机内容的创作者嘛，所以手机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是通电啊、传简讯啊、WhatsApp 啊，全部都在这一架手机。如果我在家里用还好，因为可以detect到 WiFi， 但是我一去到外面的时候，我就头大了，很多人联络不到我。拍照呢、拍视频呢是还 OK 的，就是联络那一方面，或者是有很多东西要做的时候，就真的是非常麻烦了。就这样在的情况下，我就想了好几天哦，因为大家也知道嘛 ，Apple 手机其实是蛮贵的，我已经想了大概有4-5天吧，到底要不要买一架新的？结果我最终还是下了决定。就在昨天，我跟我的太太去了 Apple Store， 我就买了这一架，嚓哒！iPhone 14 Pro Max。可是呢，我不是现金买啦，因为我现在有公司嘛。我的想法是我要有最大的现金流，所以呢，我是以最低的现金付款方式而得到这架 iPhone 14 Pro Max 的。那么我到底是以怎么样的方式呢？先开箱，然后过后才让你们知道。因为间中我也是做了很多个 research 啊，怎么讲它都跟新加坡不一样嘛。新加坡的 plan 都是很简单的，等一下我也是会讲到啦。可是现在先来开箱一下，开箱给你们看这个 iPhone 14 Pro Max。哇，各位观众朋友，你们看它的颜色。我这次选的呢是金色，哇，好高贵的颜色。我这样子肉眼看上去哦，它是有点带奶白色的金色。其实我是有金色的 iPhone 5S 啊，然后它的那个金色哦，跟这个金色比起来是不一样的。这个凸显比较高贵一点点，因为它有一点奶白色的感觉，好像有那种银河系的那种感觉啊。至于旁边呢，它的这个不锈钢筋呢，指纹一粘上去哦，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到的，看到吗？你看。但是整体上呢，放一个透明壳是非常的漂亮的啦，我自己本身是蛮喜欢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盒子里面还有什么。这个就是 Lightning Cable 哦，就是它的充电线，还有简单的应该是说明书哦。这里还有一个 SIM 卡针，这些都是一些多国语言的说明书，还有一个苹果贴纸，就这样子而已。Anyway。So 整体上就是这样子而已啦。OK， 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做好了我的 iPhone setup， 终于可以开始使用我的新的手机啦。OK， 为什么我会买 Pro Max 呢？因为其实一路来我都很喜欢那种很大架的手机 ，which is 我的老婆之前讲，那么大架你都喜欢。不会觉得很麻烦咩？我也不知道啦，因为可能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大屏幕吧。自从我出社会以来，我的手机呢全部都是很大架的。even 都之前我在用 Samsung 的时候，也是那种大架的，一直到我的8 Plus 啊，还有我的12 Pro Max 啊，可能我已经用习惯了啦。而且我在拍东西的时候那个荧幕比较大，也是比较容易让我去抓那个角度，可以在进入后置之前呢，先大概看到我要的那个效果。好，那么呢，现在我就来跟你们讲一下，我是以什么价格来得到这个 iPhone 14 Pro Max 的啊？先让你们看一下啦。OK， 这个账单，嚓啦！是，你们看到吗？就是299马币，我就是以299马币直接把这个 iPhone 14 Pro Max 带回家的。但是呢，这个299马币它并不是299，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这整价。其实呢，我是拿了工期，因为就好像该我讲的嘛，我要把我的公司里面的现金流提到最高，所以我没有想要一次过就把现金丢出去啦。我会选择好像每个月分期付款的方式，而这个也是我经过了很多 research 过后才得到的一个结果。因为其实之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签一个电话是蛮简单的。OK， 打个比方好啦，如果我在新加坡的话，我要买这个14 Pro Max， 我也是有去研究过。所以呢，你要得到这个 iPhone 14 Pro Max 的话，我选的 GB 是256 GB， 我就 upfront 先给一个1310块新币，然后每个月呢，我在月供差不多50块出头这样子新币啦。所以你们可以大概算一下啦，我就给他51块好了，51块乘24个月，2年就是1224块。1224块呢，再加 upfront 的费1310，我要给的总共是2534，which is 如果呢我在新加坡的 Apple Store 直接买的话，我可以以1970块得到这一架手机，就代表说呢，我要给多一个564块。可是这个564块其实是我的电话费来的，再拿出2年的话，大概1个月的电话费是23块半吧。所以怎么算起来呢，都是划算的。所以呢，以往我在新加坡签 Line 或者是 recontract 我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先付一个 upfront fee， 然后再每个月工期这样子。因为本身都是有在用在那边的 telco 嘛，所以是比较划算的。一样的换过来马来西亚呢，如果你是 existing 的某一家 telco 公司的 user， 你去拿那家电话的话，这样子看呢会很便宜，但是其实算到来也是差不多的啦。所以呢，我现在在这边跟你们分享的是我本身觉得最划算的方法啦，就是直接去到 Apple Store， 然后跟他们拿他们那边的工期。因为在 Apple Store 呢是没有额外的 hidden cost。好像打个比方，如果你去某家知名品牌 H 然后 V 的那个 store 那边买的话你跟他买工期对吗？你还要额外付一个 bank charge 的 ，which is Apple Store 是没有。Apple Store 呢是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你们也可以去那个 Apple Store 的那个 website 看一看啦，他那边也是有给你看那个工期。其实呢，我这架手机呢，它在这里的价格啦是6299，以我这个 spec 啊 ，OK， 所以6299，如果你去到它的那个 store 那里呢，它就 list 到咯，有一些银行啊，它可以工期到多久，而我选的呢是2年啦，就是24个月，就完全没有 hidden cost， 就好像你们看的6299直接除一个24个月，所以每个月呢是给263块这样子。可是我之前我有 upfront 给了一个299块。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299块，因为我觉得拿一个整数，我心里会比较爽一点。所以呢，6299减掉299就是6000块，6000块再除24个月，每个月我要供250块啦，以此类推。就是说，虽然呢我是以299块把这架手机带回家，但是接下来的24个月呢，我都需要呢在每个月工期250块马币的意思啦，所以算到来也是大同小异，只是看你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你是觉得哇，如果我一直要工期的话，我就有心理负担。当然了，如果你有 cash 的话，你就直接给掉它啦。但是呢，我是想要我
我自己的现金流是保持在一个最高的数目，所以我甘愿每个月供，因为都是要用到的。再来，其实我也是有去很多 telco， 就是马来西亚的 telco 问过啊，他们的这个 sign up new line 的方式跟新加坡好像有一点不同。它有分你是 new user 还是 existing user。如果你是 existing user，for example， 如果你在某一家 telco， 你已经有用着它的 line， 你已经有它的 plan， 而且它这边很特别的是你的 plan 一定是要高过98块以上，98块马币，然后你才可以可能 recontract 啊，或者是 sign up 一个 new plan， 拿到这个 device。For example， 如果你要拿到这架机，你 upfront 要给一个600块。你给了600块过后呢，剩余的数目你在每个月你还要拿来除那个24个月，然后月供。可是那个每个月给的数目对吗？你还要加上你的电话费，而不是算在电话费里面，就变到可能我本身有一个98块 plan， 我再加我的月供，可能100块就要给198块。它跟在新加坡好像有一点不同啊，我也不懂我的理解是对还是错。如果你们是比较 expert 的，可能你们可以在留言区里面留言，让大家知道更多一点。因为毕竟我在新加坡生活了那么多年，然后呢，因为疫情的这1-2年里面，我才正正式式的在马来西亚生活，所以可能对一些生活上的东西算是有一点小白啦。可能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也顺便让一些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知道多一点。因为好像以前我之前在新加坡生活，我是蛮少会知道这些的，没有去接触嘛，所以呢，可以通过我的频道看到更多，也希望对你们有点帮助啦。再来就是观众朋友，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手机的画面这是新的东西，叫做动态岛。好像如果你的电话如果有人打给你，对吗？这一条bar会变化的，它会变成有人打电话给你，然后一个青色的那个话筒在这边。如果你开机的话你看。会有这种变化，这个是它最特别的地方啊。其实我用 iPhone 用了很多年，真的，我有 5S， 然后我有8 Plus、12 Pro Max， 一直到现在的这个14 Pro Max。为什么我会一直用这个 iPhone 呢？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 overall 的 system 是真的很 smooth， 再加上我本身是用苹果笔记电脑，然后我在工作上所有的 editing 发 transferring 这些东西，可以讲我已经入坑了啊。就是我连 Apple Watch 都有啊，你看，它就已经变成一个生态，我已经很习惯在生态里面了，所以我要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很快速的从电话 transfer 到我的这个 MacBook， 然后我的 MacBook 有什么东西我可以 transfer 到我的另外一架手机，这样子。我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 environment 里面做工，所以如果你要我 suddenly 跳去 Samsung 或者是 Android 的话，就有一点辛苦。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有 Android 的一些 device 可能我会考虑再入手一些有 Android system 的 device， 让工作上更 smooth 一点。因为有时候你要对一些厂商或者是去做一些文件调整的时候，他们多数都是用 Excel， 可是如果你用 Apple 的话呢，它就是用 Numbers， 所以是不一样的。它的 alignment 会有点走形，在那个点上面就很浪费时间，整体上就没有那么 efficient 了。把 so far 我用到 Apple 是不错的，应该是讲我已经习惯了它的这整个操作，所以呢，我才会毅然决然的再入手这个14 Pro Max。可能也是我自己要找借口去买新的电话吧。不过讲真，我这个12 Pro Max 用了时间蛮短的嘞，然后它就坏掉了嘞。它不像我之前用的8 Plus， 你看8 Plus 还可以用的，只是说它的拍照还有它录影的镜头并没有这个新的那么 advanced。因为这个最新的手机现在有一个叫做 Cinematic 的 Mode， 就是这个，看到吗？这个对。这个呢，对于我这个内容创作者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Which is 为什么我考虑那么久要不要换？其实我可以把我的 SIM 卡换过来8 Plus， 但是呢，因为拍摄需求，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买新的吧。买相机的话，又不是我的拍摄习惯，所以如果你问我你需不需要买到那么 advanced 的电话，我觉得是看你自己本身吧。如果你有这个闲钱的话，你可以买Pro Max 去到最顶质。但对于我的话呢，我会选择这个14 Pro Max，which is 我老婆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我要买那么大的手机。But anyway， 好啦，今天呢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开箱，还有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手机坏了，所以换电话。然后我又看到有很多人开箱 iPhone 14，就想来凑一个热闹也来做一下这样子的开箱。好，最后呢，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支影片的话，觉得这一支影片有帮到你们那么一丢丢、一丁点，就给我一个赞吧。现在呢，我要去研究，还有把我的这些之前电话里面的 apps 全部都 install 进去了。所以呢，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拜。